瞎的！今日本帅不杀你，等你回去会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5年前，虾仁穿越成大夏国元帅，本以为可以驰骋沙场，没想到与萧郎帅这一战，却被打得溃不成军，尸横遍野。曾经被称为最强的他，也被废去双眸，打破了气海，重伤垂死之际，他却仿佛看见天上的烈阳之中，似有一名仙子在看着他。哥，陛下给你赐婚了。赐婚？陛下怎么会给我这废人赐婚？又有哪家的姑娘看得上我？陛下要你入赘萧家，借此缓和大夏国与青松国的关系。时而双拳紧握，眼眶通红。爹爹已经答应了萧郎帅所在的萧家。入赘到我的仇家吗？是萧家大小姐提出的。她说自己见过无数男人，却很想尝尝大夏国曾经的第一军神是什么滋味。如果陛下不赐婚，青松国这次将会打到京都才罢休。好，不用选了，我一个瞎子也做不了反抗。哥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京都，我们逃到没人的山里去，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们。二妹，如果我走了，你觉得陛下会放过萧家的其余人吗？我只是个废物，以废物之身再给大夏拖延数年时间，或许还有转机。哥，为什么到了此刻，你还要想着他们？你知道那些官员、百姓是如何骂你的吗？为了他们值得吗？为了你和爸妈就已经值了，更何况还有夏国那些嗷嗷待哺的幼儿，他们可什么都没做错。二妹，你先下去吧，我一个人待会。时而哭愣在原地许久，才默默地转身离开。虾仁继续遥望天际，可惜再也没看见过那位烈阳中的仙子。他很想弄清楚这一切，为什么在那一天之后，拥有了魂魄出窍的能力。不知不觉，虾仁的魂魄已然出窍，飞到京都上空俯瞰一切。突然，一道惊疑声在虾仁耳边响起：“咦，如此小国，竟也有出窍的道友？”虾仁转身望去，却见虚空之中站着一位体态半透明的道人。5年来，他从未在出窍的状态下被人瞧见，更不用说与他搭话了。虾仁不动声色，向道人拱了拱手：“见过道友，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”“贫道云鹤，来自中州国。”“中州国？”虾仁心中一震，他很小就听说过中州国，传说中州国强者无数，疆域广袤，乃是真正的一品帝国。等等，你的神魂有些古怪。咦，你是魂魄出窍，不是元婴出窍？虾仁下意识就要躲避，可等他睁眼之后，发现魂魄已经回归肉身。竟是一个普通人，奇也怪也，区一介凡人，为何神魂如此浑厚，还能自行出窍？前辈，晚辈只是个被废了气海的武夫，让前辈失望了。失望？老夫怎会失望？老夫此次游历世间100年，本打算归去，却无意发现你这么一块璞玉，也算是缘分。你神魂天生浑厚磅礴，正是修仙的好苗子。修仙？前辈，这世间真的有仙？世间有没有仙，老夫也不知道，老夫只知道我等手段对尔等而言，那就是神仙。老夫打算收你为关门弟子，你可愿意？晚辈气海已废，怕是无法重新修行。气海，那是你们武夫的说法，我们修仙的不练气海。据我所知，你们武夫有3境，人玄、地玄、天玄，但我等修士却没这么多说法。炼气筑基，金丹元婴，你们的天玄也不过能勉强与炼气巅峰交手罢了。虾仁此刻内心无比震惊。老夫要赶回中州国办事，你若愿意拜师，老夫就带你一同前往中州国。前往中州国？前辈，如今大夏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，可否请前辈出手？凡尘之事与我何干？你即将踏足仙途，也趁早与这尘缘做个了断。晚辈无法离去。只要你跟我走，我保你100年之内必然晋升金丹。父母在，不远行，晚辈要留下来收拾一些烂摊子，让前辈失望了。念你一片孝心和你的天赋，老夫就传你3000道门，你以外门弟子在此地修炼，等你晋升筑基之后回宗门入籍便可。言罢，云鹤道人抬手没入虾仁的眉心，不知不觉间，天地中的灵气不断汇聚，涌入他的体内。1天1夜后，一条晶莹剔透的仙脉在虾仁体内开始凝聚。一日筑仙脉，哈哈哈，天赋果然不俗。记住，筑基之后来我3000道门入籍。云鹤道人大笑一声，转身1步跨出，便已经悄然无踪。虾仁朝着云鹤道人消失的方位作揖行礼，然后便走出了这将军府。虾仁虽双眸紧闭，却如常人一样行走。
虾军神又出来遛弯了。附近的街坊纷纷停下手中之事，目光落在虾人身上，他们的眼神略显复杂，眸光深处有一丝敬畏，一丝不甘。哎呦，这不是方军神吗？不对不对，再过几日，咱们青松国的武者都得喊你一声姑爷喽。这个青松国武者在说什么？喊虾军神姑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，萧郎帅已经跟你们皇帝提亲了，再过不久，你们这位方军神就得入赘萧家，嫁给第一郎帅的掌上明珠萧神女。周围百姓心神震动，不敢置信地看向虾人。一名书生此时突然走向前，向那位青松国武者喝道：“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虾军神岂能入赘萧家？你这腐儒敢说我胡说八道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”那名青松国武夫径直走向书生，一把抓住他，当场给了几个耳光。周围人敢怒不敢言。打完书生后，那名青松国武夫指着虾人：“哼，你们不信，问问你们的军神，看看老子说的是假话还是真话。”虾军神，告诉我们他们在说大话，萧家凭什么让你入赘？那名书生被打得脸颊红肿，此刻却死死盯着虾人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萧家的确提亲了。书生被打10几个耳光，都仍然勉力站着，可听到虾人这句话后，却仿佛失去了浑身力气，跌坐在地。周围大夏国的百姓也都面显茫然。如果连曾经的军神都入赘了萧家，我大夏还有什么希望？天要亡我大夏！谁说大夏要亡了？就算天要亡大夏，他不得先问问我吗？天都要问你，真是何其猖狂！老子何龙生今天就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瞎子。何龙生，你的名字我记住了，待我重新提剑就来斩你。言罢，虾人转身离去。该死，该死啊！何龙生双眸怨毒地看着对方的背影，他很想追上去，可他却不敢。等他离去后，鼻青脸肿的书生看着何龙生在地上留下的那一滩血迹，忍不住地笑了起来。虾人来到一间坐落在京都郊外的小院，虾人静静站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道：“你们来了。”将军。不知何时，小院中已经站了数十道身影，一双双激动的目光看着虾人。这些人穿着各异，有的如街边小贩，有的身着儒服，有的花枝招展，衣着华丽，有的一袭劲服腰挂长剑。而在虾人心中，他们是大夏隐卫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神兵利器。5年了，你们过得可还好？将军，我们过得不好。每当我们听见那些家伙辱骂将军，都恨不得拔剑斩了他们。可将军不准。将军，今日此来，是不是我们被重新启用了？众人神情顿时一震，期待无比地看着虾人。我如今修为尽废，你们可还愿意在我麾下听令？要知道，现在你们随便一人都可以轻松击败我。一道雄壮的身影站了出来，虎目凝视众人。将军，他们谁敢？只要将军重新启用我等依然是将军麾下忠心耿耿的大夏隐卫。许哥说的不错，我等跟随将军，从不是看重将军的武道修为，只要将军有令，无论刀山火海，我等都要闯一闯。将军，萧郎帅之女明日就要抵达京都，如若我等出手，有把握半途直接击杀。看来你们都没闲着，但你们唯一要做的是守卫大夏，以你们的才能当刺客可惜了。将军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今日我来此，就是要重新启用你们。你们要做的仅仅是静候罢了。许哥留下，其余人该回哪回哪去。那些不在京都的，你们代为传讯。众人微微一怔，但对将军的命令从没有二话，心中再不愿也只能默默离去。将军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我需要一支狼毫笔，上等朱砂，上等黄符纸。另外，隐院有些脏了，需要你打扫打扫。将军稍后片刻，我马上去购买您说的这些东西。许哥把东西买回来，交给虾人，便出门开始清扫隐院，心里一边想着：将军要画符，可他的眼睛不是看不见吗？算了，将军此举必然有其用意。3000道法入门篇中有一种符箓，虽是黄阶下品，但雷电属性威力惊人，名为紫电符。今天让我试上一试。虾人刚要落笔，体内灵气就骤然减少，灵气的极度不稳定，导致符纸当场作废。看来这紫电符制作并不容易。虾人刚想先休息一会，却又发现刚刚损耗的灵气正以极快的速度恢复，这种现象显然很不正常。难道是我神魂比较浑厚，所以让我灵气的恢复速度也异于常人？虾人继续开始专心画紫电符，这一画就是一整天。
将军这是要画到什么时候啊？明日萧郎帅之女可就要抵京了。1日的功夫，虾仁灵气耗尽了无数次，但每一次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到巅峰。他发现每耗尽一次灵气，再恢复到巅峰，灵气就会增长一些，或许用不了多久，就足够凝聚第2条线脉，晋升炼气2重。随着最后一笔的收尾，天地中一股雷属性的灵气疯狂朝此汇聚，没入紫电符中。漆黑的院子里，似有一道雷霆一闪而逝。许哥猛然站直了身子，刚刚是打雷了，还是我眼花了？好浓郁的雷灵气，这紫电符终于成了。虾仁还不知道，他这一天内练出紫电符，对于一般的炼气修士而言，数月也未必能完整的画出一张。虾仁面前已经摆放着9张紫电符，而他手中还在绘制第10张。这世上竟真有福禄之说，我还以为都是江湖骗子坑人的把戏。将军不愧是将军，5年来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过。虾仁第10张紫电符绘制完毕，虾仁才把面前的10张符纸收了起来，然后走了出来。许哥可曾想过有一天不再当大夏隐卫？许哥瞬间慌了，5大3粗的他眼眶瞬间通红。将军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您要赶我走？我什么时候说要赶你走了？那您为何这么说？卑职1日是大夏隐卫，一辈子都是大夏隐卫。我知道，5年前我身边将士一一战死，现在我需要有人站在我身边，站在台前帮我抛头露面，解决一些事情。这样一来，就不能再隐匿于暗中了。这样一来，我岂不是可以日夜追随将军身边？嘿嘿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太阳要升起了，我们回将军府吧。在2人离开影院的时候，大夏京都城门前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，这支队伍就是曾经与大夏国无数次交手的狼军。就在这时，一支身着大夏军服的队伍来到城外。为首将军见到这支狼军后，神色微变，旋即看向萧神女，抱拳道：“在下西虎营副将游龙昌，奉圣上之命来迎萧神女。你们本该早早于此等候，实在下来迟了，请萧神女见谅。”游龙昌低着头，压着心中怒意，去赏给他2个耳光。狼军中一道身影冲天而起，刹那间来到游龙昌面前，啪啪就是2个耳光甩在他脸上，随后又折返回去。一来一去，行云流水，游龙昌根本反应不及。现在我可以见谅了。周围一片寂静，游龙昌脸色通红，他麾下的兵卒更是气得浑身颤抖。这群青松国狼军竟敢公然殴打西虎营副将！有西虎营兵卒气不过，持枪就准本插向刚才那人。不要轻举妄动，刚刚出手之人至少是一尊玉器初期的强者，而萧神女也是圣上所说的贵客。你们但凡冲撞1、2，你项上人头我可保不住。游龙昌低声道，随后他望向萧神女，抱拳道：“既然萧姑娘已经见谅，那在下也不多说，圣上已经在皇宫中等候了，请萧姑娘记得派人去虾将军府知会一声，我今日要在你们皇宫中见到虾军神，毕竟这次我可是准备五花大轿来迎娶她。”萧姑娘，请放心，已经有人前去方将军府传讯了，你会在皇宫中见到虾人。如此就好，前头带路吧。曾几何时，这些狼军连京都都不得踏入，像今日这般登堂入室，可见大夏在青松国面前已经是无比示威。皇帝，虾军神可来了，不如我让麾下狼军去把他带来可好？萧姑娘放心吧，我已传旨，夏将军马上就到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：“虾人，虾将军到。”萧姑娘，你看，这不是来了吗？萧神女眼睛微微眯起，突然冲门外道：“虾军神想要入赘萧家，也是要经历一番考验的。”上至皇帝，下至文武百官，都因为他这句话神色微变。对了，如果他考验失败了，入赘之事就不要再提。青松国不日将会踏平大夏，让此地成为青松国的属国。你是被摘去双眸、废掉气海的瞎子将军。5年来，皇帝第一次选你进宫，只是为了让你入赘敌国，帮大夏续命。这瞎子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嘛，不过是比我那些男宠长得好看一点。满朝文武都愤怒地看向萧神女，把大夏曾经的少年将军与他那些男宠相提并论，对大夏简直是极大的侮辱。皇帝，你跟他说吧，要想入赘我们萧家，得经历一些考验才行。我可不想带回去一个一无是处的瞎子。虾将军，虾人见过圣上。大胆虾人，见到圣上为何不跪？西虎营游龙昌，他真的瞎了吗？5年未见，竟然一下就认出我来了。正是本将。圣上当初赐我御前行走，见皇不跪，你可知道？那是你未战败之前，你战败之后，你……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
皇帝似乎从未收回过虾仁的特权，只是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虾仁早已失去了一切荣耀。看来你想起来了。圣上，臣接了圣旨，便立马赶来皇宫，不知萧郎帅之女何在？萧姑娘就在朕的身边，你需要通过一些考验才能入赘萧家。本来让虾仁入赘萧家，对大夏而言已经是一种屈辱，萧神女又来了这么一出，这等若于加倍的羞辱。考验？不知是什么考验？瞎子，很简单，只要你等下能猜出我麾下郎君的动向，就算你考验通过。萧神女随即朝郎君头领使了个眼色，郎君头领当即冲向周围的大夏侍卫，刹那间数名侍卫被丢到虾仁面前。大胆！怎敢在皇宫当着圣上的面出手？考验所需罢了，皇帝不会介意的吧？萧姑娘，请便。好，瞎子，你面前现在有4名侍卫，接下来我的手下会随意击杀其中1名，你只要分辨出是哪一位就行。你们这群禽兽把我们大夏的人命当儿戏吗？只要我们青松国愿意，你们大夏的人命就贱如草芥，为了这1-2条性命，祸患了今日之事，不划算的。皇帝，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圣上，如若让青松国的人在皇宫残害性命，传扬出去，天下百姓该如何看待我们？大夏皇帝没有理会丞相，看向虾仁。虾将军按萧姑娘说的做法。众人神色连连变幻，那些侍卫更是露出惊恐之色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皇宫内竟会遭青松国之人的捅。我好像明白当初萧郎帅为何放我活着回来了。切，别废话了，开始吧。瞎子，死的是哪一个？你可听清楚了？满朝文武的神情都十分肃然，凝重。丞相看了看虾仁，又看了看大夏皇帝，最终也没有再言语吭声。如果我说他们一个都不会死呢？大夏皇帝神情微变，虾仁理当明白其中厉害，以如今的局势，只能顺遂青松国的意思，以换得大夏5年国运才是。瞎子，你找死！萧神女眼神骤冷地看了郎君头领一眼，这名玉气修为的郎君头领直接如闪电般冲向了虾仁。可就在下一刻，虾仁抬手一挥，一道紫电符被灵气激发，雷光闪过众人眼眸，郎君头领当即化作一堆焦炭。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彻底呆住了。大夏皇帝死死盯着虾仁，脸色变幻不定。不可能，夏君神的修为没有被废，大夏连面保住了。瞎子，你没有被废。让你和你的父亲失望了。虽然我这双眼睛是看不见，可若要我带兵杀敌，依然不成问题。你竟隐忍了5年时间，不行，今天你必须死，都给我上，杀了他！几名郎君士兵得令后，向虾仁直接喷发过去，又是几道雷霆，冲向虾仁的郎君皆化作了灰烬。怎么可能？当初你爹没有杀我，今日我也不杀你，回青松国去吧。好得很。萧神女转身朝宫外大步走去。尤将军，你去送走萧姑娘。是，陛下。大夏皇帝目光一动不动地打量着虾仁，突然开口：虾将军，你修为何时恢复的？微臣去年遇到一名道人，传授了微臣些许调养身体的法诀，还从中领悟到了一门特殊的武技紫电掌。虾仁抱了抱拳，话里半真半假。这一次青松国逼迫朕让你入赘萧家，朕为了大夏亿万子民，迫不得已答应你，不会怪朕吧？微臣岂能不明白圣上的用心良苦？若微臣没有恢复修为，今日便会跟萧神女前往青松国。明白就好，你修为刚刚恢复，好好在家先养养身子。谨遵圣意。虾仁离开皇宫，便往将军府走去。小人错了，请大人鞭打小人，切莫再打孩子啊！只见一名小贩不停地在向一名青松国武夫苦苦求饶，在小贩旁边还跌坐着一名3岁孩童，脸颊通红，似被人狠狠扇过巴掌，正在嗷嗷大哭。你小孩把我靴子弄脏了，我要你一条腿，很公道吧？大人，饶命啊！小人没了腿，一家老小都会饿死的。大夏贱民这么多，死几个不是正好？众人听到这名青松国武夫轻蔑的话语，心中满是怒火，但是却没一人敢上前阻止。忽然人群中有人叫了一声：夏将军，是夏将军来了！哟，这不是我们青松国的大姑爷吗？何时出嫁啊？我记得你叫何龙生是吧？虾仁转头看向跪在地上的小贩，带着小孩快走。谢谢将军，谢谢将军。小贩连连道谢，抱起小孩就迅速地逃离了此地。何龙生顿时一怒，想要出手阻拦，最终还是没有出手。他冷冷地看向下山，大姑爷，你管得也太宽了吧？就在这时，
游龙昌带着队伍折返，瞧见虾人便上前道：“虾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萧神女可送离京都了。”送走了？萧神女怎么走了？这瞎子为何没跟着他一起回青松国？萧神女不是今日才抵达京都吗？怎么当日就要离去？何龙生现在是完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。何龙生，你张口闭口一声姑爷，不过很可惜，我无缘入赘萧家。可笑，这是你一个瞎子能决定的吗？我这铁棍不知比起我以前那把木马牛如何？何龙生愣了一下，眼中突然闪过一抹骇然。何龙生，我曾说过，当我重新提剑，第一个斩的便是你。这一刻，周围的所有人都露出一丝震撼之色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虾人，要当街斩杀青松国的武夫吗？何龙生愣了一下，旋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你敢斩我？我背后可是青松国。喂，小子，朝这里砍！如果我哼一声，我是你孙子。曾经的将军成了瞎子，竟被敌国武夫当街羞辱。姐，瞎子想砍我吗？来，朝这里砍！但是你要记住，我背后可是青松国，灭你们夏国如捏死一只蚂蚁。聒噪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周围一片死寂，震惊、茫然，但随之涌起的便是欣喜若狂，是大快人心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身材魁梧的青松国武者突然冲到虾人面前，大声怒吼：“瞎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真当我们青松国没人吗？本大爷来自上等院武馆，瞎子快报上名来，本大爷不斩无名之辈。”你也是瞎子？算了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今日起，我不想在大夏京都再见到任何一名青松国武夫。不远的街角，有几道身影点了点头，瞬时朝城中各个方向四散开去。游将军，陪我去上等院走上一遭。虾将军，你还要干嘛？真的要杀光京都青松国武夫？杀一个是杀，杀100也是杀。将军，我们该怎么做？你这么想去？报告将军，我想去。这件事兹事体大，要杀青松国武夫，必须得皇帝亲口颁布旨意。将军，我的弟弟就是被青松国武夫生生打死在京都街头，我的妹妹还被他们卖到妓院。我操！管不了了，西虎营众将士听令，跟我一起杀往上等院，杀光青松国武夫。游龙昌带着身边部下跟着虾人，一路朝城西赶去。彼时，虾人等人已经来到上等馆门前，众人看向招牌，取上等2字，就是彰显他们是上等人，而大夏子民都是下等贱民。众人心中的怒火早已经开始燃烧。游将军，摘牌。是。游龙昌一镖飞出，直接把招牌打了个稀烂。这时，几名青松国武夫立马走了过来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都已有取死之道，全杀了。虾将军，确定又杀吗？游龙昌这一路走来，已经冷静了几分。游将军确定对手是敌人，只要有取死之道，再无需手下留情，否则只会徒增烦恼。兄弟们，给我杀！都给我住手！来人正是青松国上等馆馆主萧天赐。虾将军，你这是在作甚？你不该纵容青松国武夫在我大夏横行无忌。败军之将有什么资格提及诸多要求？若不是看你不久之后便是我萧家姑爷，今日就要了你这瞎子的命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名体态微胖的青年悠悠走来。萧馆主，是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来此的滋事？你放心，不用你出手，我李皇第一个宰了他。来人跟虾人一样，其姑姑也是大夏皇帝的一名妃子，算是皇亲国戚。李皇朝虾人这边看来，虾人西虎营游龙昌，这个废物瞎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青松国上党馆？瞎子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是走还是死？游龙昌开始有些忌惮，眼前这位可是货真价实的玉器强者，整个京都也没有几位。你上等馆有玉器强者3名，其中2名玉器初期，1名玉器中期，暴气巅峰15名，余下若干武夫1032人。众人听得暗暗倒抽凉气，他们根本不知道青松上等馆的实力会如此恐怖。瞎子，看在你马上就要入赘我萧家，我劝你莫要作死。你家小姐已经离京，你不知道吗？小姐离京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又何必与你多言？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只见虾人袖袍一挥，一道雷光顿时轰在萧天赐的身上。堂堂玉器强者，竟连半点反应都无法做出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游将军，杀进上等馆，一个都不要放走。诺，兄弟们，跟我一同杀进去。这怎么可能？堂堂玉器强者一招击杀，
刚刚的雷霆又是从何而来？这是什么手段？李黄面色煞白，其身子忍不住开始颤抖起来。李黄，这几年你跟萧天赐走得很近啊。夏将军，我跟他不熟，只是常来这里习武交流。这时，一名青松国武夫朝着虾仁和李黄这边走来。李黄，你怎么跟一个瞎子在一起啊？上次射杀大夏贱民，你可输给我，那1钱2银子什么时候给我？你胡说什么？夏将军那些大夏国人我一个都没杀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啊！如此甚好，你们2个已有取死之道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狂掠而来，此人正是青松上等馆另外2名玉器强者之一。李黄看见铁马出现，好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，连忙大喊：“铁马大人，救我！”李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见铁马一招飞死，李黄和青松国武夫已向地上倒去，然后走到虾仁面前跪下。将军，萧天赐一直盯着我，所以那天不曾前往医院。无事，这些年潜伏郎君辛苦你了。大夏隐卫已经重新启用，今日之后你便归队吧。是，将军。你在京都之中可给自己安排了身份？不曾安排。据我家私塾报道吧。遵命。没多久，青松上等馆燃起了一把火，火势猛烈，所有人都退了出来，唯独看不见半个青松国武夫。夏将军，里面的青松国武夫都死光了，但有些人逃了。看来今晚是个不眠之夜。一个是铁马，青松国玉器高手；一个是萧恩，萧天赐之子。这2人仿佛人间蒸发了，如何也找不到。他们交给我便是。尤将军应该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尤龙昌的确累了，也没说什么，恭敬行礼之后便转身离去。悄然间，一道身影出现在虾仁身边。世子，兵部尚书之子易清河收留了萧安，似乎想借此人讨好青松国，顺便对付你。你没必要亲自前来，你可是玉仙子，喜欢你的人可以从大夏京都排队到青松国萧家门前了。将军收效了，铁马已经归队，我何时才能完成任务，重新回到您的身边？这一天不会很久了，这里有几张符咒，你拿去。有人来了，你先走吧。将军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一名身着黑衣的捕快向虾仁走了过来，其中一名官员走到虾仁面前。夏将军在下远庄，领命带你回大华寺收押，等候审问。不着急，这里有一份名单，上面勾选名字的都已经死了，你好一一对应。袁庄接过名单，看了一眼，脸色瞬时煞白。1000多名青松国武夫，只有1人没死。身边那几名捕快也面面相觑，望向虾仁的眼神带着一丝敬畏。还有一个没杀，等他死了，我跟你去大华寺如何？方军审，您莫要为难在下。寺主可说过几时拿我回去？大华寺官员微微一怔，好像寺主没有交代此事。今日杀了最后一个，我会跟你回去。若不放心，便随我一起。虾仁起身离去。走着走着，他们突然发现周围有点熟悉。虾仁也在一座宅院门前停了下来。这不是兵部尚书府吗？夏将军不会认为兵部尚书私藏萧恩吧？虾仁没有回答，走到大门前开始敲门。老爷，夏将军来敲门了。叶清河故作淡定，看向叶东明。爹，我们见是不见。我倒是想知道瞎子有何事找老夫，去请瞎子进来。老奴转身朝大门走去。夏将军，今日此来还带着法华寺的人，莫不是要缉拿老夫？跟你们叶家要1人而已。要人？叶清河眼中闪过一抹慌乱，心中难以置信，夏人是如何知道萧恩在叶府的？萧天赐之子萧恩，他此刻就住在你们叶府之中。叶尚书把他交给我，我马上离开。夏将军，敌国之人怎会在我尚书府？你在污蔑老夫！明早我可要去圣上那参你一本。叶大人，不妨问问你家公子。夏人不会无的放矢。叶东明猛然看向叶清河，眼中露出一抹惊怒之色。爹，我虽不知他的消息从何而来，但以我之见，你可能被人戏耍了。夏将军若不是大罗神仙，神机妙算，今天怕是故意来找茬的吧？哼，虾仁，这里是尚书府，还容不得你胡来。你不会以为你还是曾经的军神吧？叶尚书，那就莫怪我强闯了。就在虾仁准备强闯尚书府的时候，一位贵公子走了进来，只是站立在那里，却无形之中有一股威压，压得众人喘不过气来。我大夏尚书府，你说要进就要进，虾将军真是好威风啊！瞎子将军只因发现兵部尚书私藏敌国重臣，太子不仅阻扰，还要将他逮捕回大华寺定罪。瞎子，今天这尚书府你进不去，我说的。太子，叶东明连忙行礼，众人暗暗心惊，竟是太子亲临。大华寺那个，过来一下。
下人昨夜大闹青松上等馆，如今他一个戴罪之身，还要闯我尚书府。你们现在不缉拿归案，还在等什么？袁庄被太子质问已是满头大汗，转头便向下人说道：“夏将军，切莫再为难下官，跟我回大华寺吧。”等等，我有话要问太子殿下，在下怎么就是戴罪之身了？太子目光凌厉地看向袁庄，你对律法比较熟悉，好好跟夏将军说说，他现在是戴罪之身。袁庄一脸冷汗，深思熟虑过后，殿下，按照规矩，夏将军的先入大华寺，由寺主审理定罪之后，才算是戴罪之身。以当朝律法来计，夏将军现在还不是戴罪之身。太子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定定地望着袁庄。袁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，心中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太子，只能暗暗骂娘。殿下若无其他正当理由，太子殿下还是莫要再阻拦在下。难不成太子殿下知道萧恩就在尚书府参与了私藏萧恩之事，所以才如此急切地阻拦在下查探？周围众人脸色顿时惊变。瞎子，你放肆，竟敢构陷太子！今日我就让你搜这尚书府，如若你搜不到，我看你今天也不要活了。很好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随后下人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如老僧入定。叶清河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冷嘲，心中也松了口气。任你手段诡谲，也不是神仙，只要萧恩好好躲藏，怎么可能被你找到？叶东明见下人一动不动，冷笑道：“夏将军是看不见吗？若不知道从府上哪里找起，我可以让人带你到处转转。”下人仍然没有回话，只是静静地站着。太子见状，也冷笑一声：“夏将军，你不是要找人吗？站在这里可找不到人，难道是要等他自己出来？”众人看不到，下人的神魂早已出窍，正静静地立足于兵部尚书府的上空，目光一寸寸搜寻着此地。几息后，下人在叶东明的房间发现一处暗室，下一刻他神魂一动，立马冲了进去。萧恩正坐在暗室之中。下人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我萧恩他日必定要亲手手刃你。还有这叶清河，区大下见面，也敢用我的性命来当筹码，为自己谋出身。他日我必斩你。萧恩口中念念有词，眼中不时露出一抹阴狠之色。下人见状笑了笑，神魂回归肉身。叶尚书，你的房间挺别致，那密室可藏得够隐蔽的。叶东明眉头微皱，自己可不曾记得在自己房内打造过密室。叶清河却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下人直接向叶尚书房间走去，众人也紧跟过来。下人对着尚书房内的书柜，抬手便是一道电芒，书柜顿时四分五裂，从而露出了暗室的大门。众人神情骤变，一半是被下人的手段震撼，一半是疑惑他如何寻得这密室的。萧恩，是你自己出来，还是我进去抓你出来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出来。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缓缓走出，其目光如狼，死死盯着下人，眼中刻骨的仇恨积郁凝成实质。真是萧恩！叶东明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他冷冷地瞥了叶清河一眼，而叶清河此刻已经满头冷汗，神情慌乱，下意识朝太子那边望去。哟，这萧恩果真躲藏在此地。不过叶尚书，你这么做是对的。夏将军昨日疯了魔，胡乱屠戮青松国的武夫，你就下萧恩，也能让大夏对青松那边有些许交代。萧恩本以为自己必死，却见太子如此态度，连忙朝太子抱拳道：“太子殿下，我青松这几年与你们大夏互不侵犯，虾人昨日却屠戮我青松国的武夫，杀了我爹。这件事传出去，只怕会让两国立起战端。”萧恩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做事此事发生。大华寺已经派人捉拿虾人，等他入了私狱，我会想办法给你们青松国一个交代。萧恩缓缓点头，心想，若能看着敌国太子收拾自家的军神，倒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夏将军，跟袁庄回大华寺吧。这萧恩今天你动不得，更杀不得。我说的。太子殿下，你还指望青松国那边接受你的求和？我昨天说过要肃清京都余孽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来说话算话，今天谁也拦不了我。瞎子，你给我住手！他已有取死之道。一道雷鸣声，萧恩不敢置信地低下头，他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，生机彻底断绝，众人彻底呆住，绝想不到在太子的阻拦之下，下人依然我行我素，把萧恩当场击杀。方将军，人你也杀了，可以跟我回大华寺了吧？兄弟们，你们的仇我报了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下人对天喃喃自语：“走吧，就不难为你了。”多谢夏将军。随后便和下人离开，往大华寺而去。太子也转身离去。众人离去后，叶东明转身对叶清河怒斥：“清河，告诉我为什么？”“爹，这都是太子的意思。”
太子为什么要与虾人作对？太子是怕虾人重新掌握兵权，会危及他的皇位。难道说他要回来了？太子说了，夏日如若真的恢复修为，千方百计都会把三皇子救回大夏。或许已经有人在暗中行动了。看来你们真的是很怕虾人啊！叶东明轻轻叹了口气，虾人的手段的确给大夏年轻一辈留下了很沉重的阴影。其实他们这些老一辈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彼时，虾人已经来到大华寺中。哟，这不是我们虾之神吗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，成了大华寺的阶下囚。此人正是大华寺少卿李华峰，地位仅次于寺主，同时也是虾人曾经在京都的死对头之一。我也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你依然是大华寺少卿。死鸭子嘴硬，把这个死瞎子给我打入大牢，择日再审。新来的瞎子，以后这粪桶就由你来洗了。瞎子不听话，可就别怪我们下黑手了。吵什么吵？都不想活了吗？众人顿时安静下来，不由得朝天牢深处望去。袭人自报家门。虾人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站着。瞎子，你活腻了吗？问你话的可是大夏曾经的4大龙将之一，还不快自报家门？虾人依然静静地站着，没有说话。瞎子，你找死！就在囚犯要对虾人出手的时候，老黄是我。众人不敢置信地看向虾人，就连负责典狱的狱丞也得客客气气喊一声黄将军，心想这个瞎子如此称呼，看来今天多半是活不成了。就在这时，天牢深处一道惊雷炸响，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！将军，他们怎么敢把你抓进来？下一刻，一道如小山般高大身影出现在虾人面前。将军，他们骗我，我要去杀光他们，现在就带你离开这里。那些犯人全都沉默了，他们知道将军从这个人嘴里喊出代表着什么。这少年竟是虾军神。与此同时，典狱中值班的狱卒呼啸而至，惊惧无比地看着黄四海。黄将军，请你马上回囚房去。你们再敢啰嗦半句，我就杀光你们！黄四海双眸通红，眼中的杀意几乎化作实质，犹如利刃，刺得这些狱卒头皮发麻，双脚发软。老黄，是我自己要进来的，你先冷静下来。黄四海曾经他麾下4大龙将之一，不曾修炼过武道，却拥有媲美玉器强者的天生神力。将军，他们骗了我，说只要我乖乖待在这里，他们就不会动你，圣上也不会动你。众人都愣住了，他们知道这座典狱想关注黄四海绝不可能，但万万没想到却是这个原因。老黄，他们也不算骗你，这5年的确没人来骚扰我。这5年来，无数人都因为虾人在默默承受着一些掣肘。铁马如是，黄四海如是，如今他修为恢复，定要亲手打破这局面。将军既如此，为何你会进来此地？是李华峰那家伙，他奶奶呢？我替你杀了他。这2天我杀了不少青松国武夫，所以他们要把我关进来，想想如何处置这件事。我想这不是很久没见过你了，就进来看看你。杀了不少青松国武夫。典狱中的犯人惊疑不定，不是说夏将军的修为已经被废，就连眼睛都在那场战争中瞎了吗？将军，你的修为恢复了。没错。难怪这2天大华寺这群人脸色不太对劲。天要变了。老黄啊，我以后不打算涉足朝堂，如果你从这里出去还要跟我可没有将军的位子给你坐了。呸！恶心！谁要做朝廷的狗屁将军？将军，你以后去卖烧饼，我就替你揉面。先前离去的玉成走回来，他神色复杂地看着黄四海。老黄，这几年我好吃好喝地供着你，你能否回去你的囚房？我家将军，刚才若解释再慢一点，你的脑袋瓜子已经被我捏碎了。最后警告一次，别再来打扰我们。玉成神色连连变幻，没想到过去5年了，这黄四海对虾人还是那么忠心耿耿。大华寺的，你去外面把我的东西取来，然后给我安排个单间，我就让他回去。听到没有？还不快去！你的人在大华寺外面，你出去便知。夏君神，请稍后片刻。大华寺外，许哥提着一个包袱，静静地站在屋檐上，他看似在神游，却是在打量整座大华寺的布局。哼，给我10名暴气武夫，估摸着应该能把这大华寺前后后拆上一遍。风云剑许哥，玉成满脸不敢置信，这几年在京都声名鹊起的风云剑许哥竟也是虾人的手下。你是大华寺的将军，让你来的。玉成只感觉头皮发麻，双腿发软。许哥看着他，心想：大华寺的人都这么胆小吗？拿去交给将军，别耍花样，否则以后你走路就得天天看路了。你知道我是大华寺狱卒，还威胁的这么明目张胆。大华寺狱卒算个屁呀！
还威胁你，你还不快去，我就嘎了你！玉成什么话也没敢再说，拿着东西转身就走，回到狱中把东西交给虾人，便匆匆离去。老黄，你先回你那边。将军，你先忙，等下我再来找你啊。老黄走后，虾人打开包袱，摆开器具，准备再制作一些紫电符，顺便看看今日能否凝聚出第二条线脉。此时的大华寺最高审理堂，一群高层正聚集于此。一名蟒袍中年人缓缓走了进来。各位同僚，你们商量了半天，可商量出个章程来？寺主，我建议把虾人判入天牢，不日发送青松，让那边自行处理此事。如此一来，也可消去他们心中的怨愤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今他修为恢复，无论我们如何处置，有一点最为关键，那就是得看他自己乐不乐意。难不成他还敢公了违令？违令？看来你们根本不了解他。别看我是大华寺寺主，还是王爷，我要是当着他的面骂他几句，你看他扇不扇我嘴巴子？众人顿时沉默下来，都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。人我们给带回来了，后面的事我们就不用管了，也管不了。他是去世留都随他一把。说完，寺主便大摇大摆离开了此地。此时的虾人正静静感受着体内的灵力翻涌，心念一动间，天地间无数灵力翻滚涌动，纷纷朝虾人体内涌去。不多时，第二条晶莹剔透的仙脉出现，晋升炼气2重。这时游龙昌向虾人走来。虾将军，陛下要你现在进宫面圣。将军等下记得来接我啊。忘不了，都5年了，你再待会不急于这1、2天。虾人和游龙昌朝着皇宫走去。虾将军，您说圣上会不会处置我们？杀几个青松国武夫而已，又岂会处置我等？游龙昌欲言又止，心说你都被关在大华寺1天1夜了，哪里来的自信说这番话？没多久，俩人来到宫门外。那不是李国舅吗？游龙昌顿时想起来，这家伙是不是在上等馆把李皇也杀了？李皇的姑姑可是当今圣上最疼爱的妃子之一，这下可麻烦了。虾人，我李家与你什么仇什么怨？你竟对我儿下毒手，断我李家之后。儿啊，他就是虾人嘛。李国舅微微点头，眸光中依然是无尽的恨意。瞎子，你杀了我大孙，今日老身就要打死你，让你下去陪他。瞎子，你杀我大孙，今日就拿你来偿。你这点实力不过母猪上树，不对，蜉蝣撼树。虾人拿出一张紫电符，随手一挥，一股磅礴的雷电之力猛地朝老太婆身上飞去。原本还杀气腾腾的老太婆，下一刻已经被雷电之力轰得连一丝死气都不剩。游龙昌呆愣在原地，这老太婆虽不是什么好货色，可毕竟是国舅的亲娘啊！娘啊，死瞎子，我与你不死不休！面目狰狞的李国舅向着虾人冲杀过去。瞎子，有种把我这国舅也杀了！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虾人抬手，一剑挥出，李国舅的身形微微一震，已经消失在无数剑芒当中。朝堂就是有这种蠹虫才会乱象频生。游将军热闹也看了，我们是不是该进宫面圣了？啊，好。游龙昌连忙跟上虾人，匆匆入了皇宫。两人来到御书房，虾人神情淡定，游龙昌此刻却低着头，身子紧绷，显然十分紧张。是谁让你们对青松上等馆出手的？可知道这件事会引来何种后果？游龙昌立即跪伏在地，不敢吱声。圣上，青松上等馆在大夏京都就是一颗毒瘤，这5年来残害了不少无辜。你以为朕不知道此事？大夏现在风雨飘零，郎君的10万大军，我们拿什么来抵挡？皇帝死死盯着虾人，就连游龙昌也抬起头来看向虾人，他想知道虾人此举背后是否胸有成竹。圣上，萧郎帅没有实权的把握是不会动身的，他一日弄不清楚我此刻的状况，就一日不会攻打大夏。这只是你的猜测，真要出了事，你能负责？一切后果，臣自行承担。好，今日起，朕令你终生不得踏足朝堂，永不领兵。游龙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，下人竟遭受如此重罚，他西虎营副将的位子，看来是没了。谢陛下，刚在皇宫门口，臣与李国舅他们发生了些许冲突。皇帝不耐烦地摆摆手，这等小事就不要再提了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游龙昌愣在原地，不处置我了吗？就这样完了？不知何时，虾人刚好经过大华寺，厉华峰站在大华寺门前，死死盯着虾人。瞎子，圣上如何处置你？
终生不得踏足朝堂，一辈子不得领兵。李华峰露出了快慰的笑容，随后朝那玉成看了一眼，对方微微点头，准备去带黄四海出来。你走之后，黄四海在大华寺每日要吃10斤牛肉，5斤米饭。寺主说了，大华寺供养不起，你自己带回去养吧。李华峰冷哼一声，转身便离开。来这么早啊，将军？走吧，举哥铁马他们想你了。下人回到自己居住的小院，继续制作紫电符。如此不仅能得到福禄，还能借此消耗掉灵力来提升修为。不知不觉，已经到了子时。下人神念突然一动，缓缓朝某处望去。萧神女，出来吧！瞎子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亏我爹对你推崇至极，他真是看错人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受伤不轻哦！混蛋！你表面上放我离去，背地里却派高手来追杀，现在还装什么装？如果是我要杀你，你现在已经躺下了。臭不要脸！萧神女脸色微变，一直有一个手段诡异的人一路追杀她，现在看来，也许真的不是瞎子安排的。说说你遭遇了什么？我离开京东没多久，途中遇到一名道人，不仅刀枪不入，还力大无穷，上百郎君都不是他的对手，而且不管我逃去哪里，他都可以轻松的找到我。道人，虾人的神色有些凝重。从萧神女的描述来看，力大无穷，刀枪不入，怎么这么像金刚符、大力符？如若猜测是真，就代表大夏京都藏着一名修士。你刚刚说无论如何也甩不掉他，可以一直找到你藏身之地。萧神女下意识的点点头，虾人立即大手一挥，一股灵力顿时落在萧神女身上。下一秒，一只绿色甲虫从萧神女身体里飞了出来。这是什么诡异手段？你自己问他好了。只见一道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萧神女的身后。只有身怀灵力，才能逼出我的子母残。瞎子，你是一名修士。灵力？修士？萧神女完全听不明白道人在说什么。你也是一名修士，为何要对他出手？你在大夏有什么目的？瞎子，知道的太多，你可就要永远闭嘴了。我今日不想与你为敌，只要杀他足矣。可是我说过要让他活着回青松。瞎子，不要以为他人喊你一声君神，你就有优越感了。在我等眼中，你算不了什么。你的修为似乎不是很高，要对我出手，是不是草率了一些？瞎子，你找死！敢威胁本道爷，我也很好奇你为何会突然身怀灵力。今日便把你捉回去，好好审问一番。言罢，道人突然取出一枚陀螺大小的法器，随后注入灵力，一股莫名的力量激荡开去。这股力量凶猛朝下人的身体。瞎子，凭你也想在我手下救人？今天我就用这丧魂钟废你神魂。道人将一股灵力注入丧魂中，狂暴的力量凶猛地朝虾人的神魂而来。可虾人的神魂却犹如一座大山，瞬息间，这股力量心中的法器轰的一声直接炸裂，化成了一堆烂铁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这丧魂钟炼气6重以下无敌手，你一个炼气2重的瞎子，凭什么？萧神女惊得目瞪口呆，下人连根手指都没动弹，这诡异道人已经口吐鲜血。哪里来的小小，敢来找世子麻烦？观音坐莲。道人不断咳血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身为修士的自己，有朝一日竟要死在一个没有灵气的莽夫手里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在大夏是什么目的？是谁让你来杀萧神女的？瞎子，血灵教会替我报仇的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都要下来陪我。虾人瞬息之间来到道人面前，看着道人留下来的宝物，10几颗拇指盖大小的白色石头，却有着极其浓郁的灵力。一本典籍，上面写着4个字：血灵大法。一块特殊的令牌，上面写着龙脊坊。难道这个地方是血灵教的老巢？老黄，马上安排下去！我要所有隐卫都行动起来，给我找出这个道人在大夏京都的身份。Yes, Commander。这件事交给我，妥妥的。第二天清晨，虾人来到萧神女的房间。等下我用将军府马车送你离开京都。瞎子，没弄清楚那道人的身份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对了，我听说你跟三皇子关系极好，我想他在我们青松应该还没死。你用他来威胁我？你杀了这么多青松国的武夫，如果那边知道了会如何对待三皇子？但是如今我在你手中，我爹一定会出面保住三皇子的。萧神女想要留在大夏京都，不仅仅是为了弄清楚道人的来历，而是昨晚她看见了那传说中的力量，对她产生了无穷的吸引。萧神女，你说要是你死了，三皇子也必死无疑，对吧？虾人，你要干嘛？你不要乱来啊！回答我。不错，如果我死了，三皇子必死无疑。那就对了，大夏京都谁最希望三皇子死呢？你的意思是太子要杀我？
为了逼迫青宋国处决三皇子。我刚刚修为恢复，就马上派人杀你，不正是怕我前去青松把三皇子接回来吗？下人没有再送萧神女离开京都，而是与她达成了某种协议。萧神女换上了丫鬟的衣服，稍加易容，便伪装成虾人的丫鬟跟在她的身边。萧神女，今日有一场名为止歌的诗会，太子举办的，要不要去瞧瞧？当然要去，我要好好瞧瞧你们这个要灭我口的太子。虾人和神女来到诗会，马上引起了众人的注意。虾人，他怎么会来今日的止歌诗会？他一介武夫，来诗会能干什么？5年前虾人战败，这些书生骂得最凶，如今终生不得进朝堂，不再领兵。这些书生对虾人更加失去了敬畏之心。瞎子怎么来了？叶清河看向远处的虾人，眉头微皱。我的天哪！今天是止歌诗会，大夏最大的战犯头子也得来此，简直是污了诗会的风气。此人正是礼部尚书之子陶宇，跟叶清河并称为太子身边的文武护法。这不是虾君神吗？没想到你也有脸来这止歌诗会。虾君神此来是打算也做个1-2首诗吗？众所周知，虾人年少便从了军，不曾读过几年书。萧神女听见陶宇嘲讽虾人，心中不禁有些期待，他会不会像战场那样提剑就斩？要是把这些人都杀光，那可就好玩了。你是谁？陶宇微微一怔，没想到虾人连自己都不认得。虾人，我们大夏京都第一才子陶宇你都不知道，也难怪，你只会舞刀弄枪，肚子里可没有半点墨水。原来是京都第一才子，果然还是没听过。我最近闲来无事，出来凑凑热闹，诸位是不是不欢迎在下啊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虾君神，出来看看书画，谁的难你？哦，对了，忘记虾将军什么也看不见了，那就着实可惜了。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就在此时，一对仪仗从远处而来，来者正是太子，但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落在了太子身边那道倩影。竟然是玉仙子，这面容果然绝美。萧神女闻言，也静静打量起玉仙子，眼中也不免闪过一抹惊艳。世间真有如此女子，竟浑然天成如出城之仙。玉仙子，今日这场诗会有你助兴，才算圆满啊！太子殿下说笑了，小女子能来参加今日的诗会，与有荣焉。太子一到场，就代表今日的止歌诗会算是正式开始。太子目光一扫，一眼就瞧见虾人。虾君神，今天你怎么也有闲心来此？太子殿下，虾君神说想接受一点笔墨香气的熏陶。原来如此，虾君神日后进不得朝堂了，也领不了兵，现在弃武从文以后，说不定也能给大夏增添一分文采。太子殿下，您可曾见过屠夫吟诗作对？这句话顿时让现场响起一阵哄笑。玉仙子的眉头不经意间皱了皱，已把哄笑之人一一记在心中。太子，快开始吧！若这些蚊虫再嗡嗡叫唤，我可就要动手了。众人神色微变，太子见状，当即冲众人道：“今日诗会的主题为止歌，不知谁先来夺个头彩？”哼，我来。兵戈为马登云峰，3界埋骨万中魂。旧业已随征战尽，只闻佳人泪湿襟。好诗啊，不愧是我们大夏第一才子。陶宇这首诗挑明的是在指责虾人5年前兵败3界山。众人听完，看向虾人的眼中全是愤恨不满。玉仙子，陶宇这首诗你觉得如何？还请玉仙子点评。众人眼睛放光，无比期待今日这诗会必然能成一番佳话。这首诗吗？简直狗屁不通。众人都惊愣在原地，本来正等待玉仙子夸赞的陶宇脸色也不禁降住。玉仙子，此言何意？我倒觉得陶宇这首诗道尽了战士的悲哀。今日止歌主题，此诗理当为首。太子殿下，小女子不懂时局，只知道面对凶狠的敌人，理当露出獠牙，人人化作屠夫，挥刀斩敌手，仗剑破敌军。唯有如此，打得敌人不敢张牙舞爪，不敢擅自侵袭，才能换来太平盛世。萧神女眼中闪过一抹惊异，忍不住多看了玉仙子几眼，心中暗道这女人倒是看得挺通透。什么大夏第一才子，还不如一个女人拎得清。虾君神，你在这儿也熏陶了不少时间，既然你对止歌不屑，不知你心中可有笔墨，让我等见识见识你的态度。让我写诗吗？这着实难为我了。还好昨夜梦中去仙境的时候，倒是背了几首回来。瞎子，你是说你梦中去了仙界，还背了一首诗回来吗？你是不是被陛下赶出朝廷，已然神志不清了啊？瞎子，你说你在仙界背了首诗回来，
还仙界？我看你等下在诗会怎么出丑。瞎子，你没读过书，大夏人尽皆知。哼，你现在装逼，等下脸可要被打得啪啪响的。你们俩够了，夏将军，我还想听仙界背回来的诗呢。众人纷纷一脸鄙夷地朝虾仁看去，虾仁却抬头没有任何表示。夏将军怎么还不背？难道是仙界回来的路上把诗给忘了吗？别吵，让我想想背哪一首。我配。瞎子，你装录了没有？还背哪一首？哈哈，你要不直接把诗仙直接绑回来好了。夏将军莫要再耽误时间，哼，本宫的时间不是你耽误得起的。虾仁抬起头，沉思了片刻，脸上突然露出一抹笑意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众人神色骤变，不敢置信地看向虾仁。秦是何地？汉又是何处？什么是胡马？飞将指的是他自己吗？好诗，将军果然是深藏不露。众人愣在原地，虾仁却转身便朝市会外面走去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瞎子怎么能写出此等绝句？哪来的仙界？这诗肯定是从哪本古籍里面抄来的。但是龙城飞将在，若你这飞将不在了，那才是一件好事。两人离开市会，虾仁带着萧神女来到自己常来的茶楼。瞎子，刚刚那首诗，你是不是写大夏与青松？青松？你们青松还不够格。那今日你参加这诗会有何用意？昨夜那道人的来历，你可派人去查探了？一个小二给虾仁端上一杯他最爱的虾毛咖啡，然后看了萧神女一眼，便乖巧地退了下去。虾仁端起虾毛咖啡，下面放着一张字条。萧神女眼尖，偷瞄到上面的内容。6年前，太子举办宴席，道人跟随在武王爷的队伍之中。武王爷，大华寺主，此事跟大华寺有关？未必就是武王爷。5年前，现在看来那道人在京都已有10日。虾仁看过道人留下的血灵大法，修行此法需要不断取人族精血，如此一来就必然会留下人命的线索。你先回将军府。你要去做什么？我要跟着你。我们的确达成了协议，但你要搞清楚，现在我可不是你们萧家赘婿。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，现在我就送你离开京都。萧神女顿时沉默下来，看着虾仁起身离开。虾仁直接来到影院，一边等人一边便又开始制作起符箓。这段时间他压根就没怎么睡过觉，充沛的灵力仿佛就是用之不尽的精力。嘿嘿，灵力似乎又提升了不少，看样子距离凝聚第3条仙脉也快了。这修仙好像也不是很难嘛。这时一道身影瞬息之间来到虾仁面前，来人正是风云剑许哥。将军，发现一个地方出现大量失踪人口，回龙街。京都外城那个3不管的地带嘛，现在可有调查的去处？我与一个老妇人相熟，2年前她的儿子和女儿皆无故失踪。走，许哥陪我去看看。将军，出门不带我吗？下次带你，我们去调查。你太打眼了。明白。将军，我也蒙着眼就不打眼了。这样容易走路摔跤，你先在家里练习练习。第2天，两人来到奎龙街，路人见虾仁和许哥2个外人，纷纷露出警惕之色，转身便走，没有片刻逗留。两人来到一破败的小房子面前，许哥上前敲门，内里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，还伴随着几声咳嗽。谁呀？吴大娘，是我，许哥。是许大人啊，快请进。是不是小儿和小女有消息了？老妇人双眼灰白，竟跟虾仁一样，也是一个瞎子。吴大娘为何不去告官？这位大人，老身大字不识一个，如何告得了官？吴大娘，若你愿意，我可命人替你写上一张状纸，递上大华寺。这位大人，当初就是大华寺告诉老身，小儿和小女是到了礼部侍郎府的财物才携款潜逃的。现在老身要去告谁？既然这样，许哥，咱们走。许哥愣住，大老远跑上一趟，就问上2句便走，连忙跟老夫人言语了2句，最后还留下一些银子，便匆匆跟上。将军，难道现在就回去吗？你有没有觉得这老妇人有些古怪？将军，恕在下眼拙，没瞧出这老妇人有何异样。一个瞎眼老妇人，衣着褴褛，可身上却颇为干净，门槛长满了青苔，应是许久没有人出入。那这2年来她在家里是如何活下来的？许哥神情一震，他越想是越不对劲。就在这时，附近突然走来一群人，这群人面相凶恶，一看就不是善辈。他们瞧见虾仁2人后，脸上顿时露出狞笑。
爷，这年头老的下，少的也下。瞎子，本小爷今天发善心，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，马上给我滚出奎龙街，否则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鼠辈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将军要不要我杀了他们？你这个蒙面的又是什么玩意？给我记住，你陆爷爷在说话的时候没有你插嘴的份。陆爷冷然一笑，突然一拳打出，磅礴的气劲从其拳头内化作一道白丝长，将许哥震推了几步。许哥脸色变了变，着实没想到对方竟会是一名与他同阶的暴气武夫。哟呵，蒙面小子既然能接住本大爷一击，但是又有何用？你们惹怒我了，这一击就让你们看看我陆老六的真正实力。能死在我这一刀下，你们也算没白活了。当曾经沙场上的大将军变成了一个瞎子，竟连村口的小杂毛看见你也要上前踩你一脚。瞎子，我只数3个数，马上滚出奎龙间。1、2，不用数了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瞎子，你是谁？你怎么敢在奎龙接动老子的人？就在这时，一群身着红色劲服、手持长枪的卫兵朝虾人这边走过来。徐大人，我在这。瞎子，你死定了。风云见许哥，一介江湖人士，也敢在京都外城闹事，凭你区暴起巅峰的修为，也妄想对抗我们汉刀卫。言罢，顺便朝虾人这边瞄了一眼，只感觉眼前这个瞎子有些眼熟。徐大人，可认识我？瞎子，我不管你是谁家的公子哥，给我记好了，只要在外城，是虎你给我趴着，是龙你给我卧着。百户大人，跟一个瞎子废什么话啊？你找死！我名虾人，你们可曾听说过？你是虾将军？下官眼下未能认出将军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百户大人，这个陆爷是你的人？不是，我完全不认识啊！妈的，昨晚还一起把妹喝酒，今天就不认识了。那我问他几个问题，你可有意见？将军，还要不说，我马上帮你弄死他！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说，是谁指使你阻拦我调查奎龙街的？听好了，我只要一个名字。夏将军，司礼不是郎秦大人，他让小人盯着奎龙街，如果有人来这院子，就立马威胁。将军，我都说了，别撒沫。很好，你把自己的命续上了。下人转身便和许哥离去，径直回到影院。将军，你走后有隐卫传信，外城汉刀卫千户张蜀州进了礼部侍郎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大黄，你先下去。大黄前脚刚走，下人瞬即神魂出窍，瞬息间即来到礼部侍郎府。秦大人，您当初可没说过此事会牵扯到夏军审，这笔钱你收回去，以后不要再找本官了。银票的面额是半两，2张便是足1两，这显然不是一笔小钱。怎么会牵扯到这个煞星？他与此事何干？哼！一道冷哼声响起，只见走出一名老妇，一脸嘲讽地看着秦东。堂堂侍郎，只是知道一个瞎子涉及此事，就吓得没了方寸，真是可笑。瞎子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如今他也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，事情都是你要我做的，你应该替本官解决了此事。哼！这老妇人是修士。老妇身上的气息跟当初死在影院的血灵教修士相近，应该都是炼气4重的境界。你怕什么？瞎子不过恢复了丹气修为，始终是一介武夫。他这辈子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这世间还会有我等修士存在。薛道人已经去追杀萧神女了，等萧神女死讯传到青松，三皇子必死无疑，青松国也必然会兵临大夏，届时又会有足够充足的精血送到上面。下人听到这句话，眸光一上。金花婆婆，不是我一惊一乍，前段10日，我亲眼在皇宫看见虾人一掌击杀了青松国的玉器武夫。切！老夫不屑冷哼，手掌轻轻抬起，凌厉在他手中，一颗火球陡然出现，霎时间周围的温度便蹭蹭提升。道术，秦侍郎，你觉得老身这火球术能否杀死瞎子？能。
今日老身要去一趟龙脊坊，这一来一回大概要7日时间。这7日里，你尽量不要与瞎子会面即可。金花婆婆，这8年来在下一直配合你们，忠心耿耿，到底何时你们才会传授在下修行之法？若在下有点手段傍身，何须惧怕虾人？我的任务是贡献10颗血灵神丹给上面，10万精血，1颗血灵神丹，三界山那银翼凑齐了6颗，还有4颗。等完成了任务，届时就会有人赐你修行之法，你便能与我一样了。虾人的脸色此时已经变得十分难看。三界山内以60万兵卒牺牲的背后，原来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狂妄自大，看来这血灵教在其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，而他却像个傻子，一直被蒙在鼓里。虾人的魂魄出现在天上，缓缓跟随着老妇的马车，见他朝东城门而去，便立马让魂魄回归肉身。不多时，一辆不显眼的马车朝着老妇人的方向驶去。这是大力符、神行符、金刚符，等下若打斗起来，千万不要省，直接用内气激发，全用上。是将军。瞎子，你跟我一路，本想留着你多活几年，让你把大夏河轻松再搅混一点。现在你自己上门找死，那就怪不了我了。你一个瞎子武夫，也胆敢跟踪我等修士？一个小小的瞎子，还亲自带着2个武夫来送死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3个修士露出鄙夷的笑声，虾人却充耳不闻，只是喃喃道：三界山60万阴魂，只为给你们血灵教炼制6颗血灵神丹，如此视人命为草芥，着实该死。大黄、许哥，你们去解决后面2个。2人得令后丝毫没有犹豫，飞身朝那2名修士冲去。可笑，2名武夫也想对付修士。那2名修士看见这一幕，眼中也闪过一抹梦魇，这简直是对他们的羞辱。一名炼气3重修士冷喝一声，只见其体内灵力一浮，虚空中水气翻涌，凝聚成一枚冰箭射向黄四海。冰箭重重轰击在黄四海的胸口，直接没入他的肉身。怎么可能？我炼气3重的一击，竟然没直接洞穿这个武夫，死人的肉身怎会如此雄壮？老黄、徐哥，把我刚才给你们的符箓直接全部用上。是，将军。就在瞬息间，许哥与黄四海齐齐激发了神行符、大力符、金刚符。瞬息之间，身上隐隐蒙了一层金芒，犹如金刚。2名修士怔了怔，顿时暴跳如雷。符箓，你这败家子，竟然把符箓就这样给麾下武夫使用！少废话，吃老子这一招，野蛮冲撞！黄四海狞笑一声，如一头巨熊，冲对方奔去。修士一抬手，黄四海用手臂护住要害，完全无视冰剑的伤害，冲到炼气3重修士面前就是一拳。与此同时，铁马那边当即以灵巧的身法躲过那另外1名炼气3重修士的手段，逼近他们之后，一人一剑直接抹了他们的脖子。爽！将军，你这符箓太好用了，我感觉自己都要无敌了。就是这2个人太不经打了，不过瘾啊，不过瘾啊！切！老妇看见这一幕，神色微微变换了几下。解决了几个垫底玩意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老太婆，你这句话是告诉我你和他们不一样？那是自然，我只要祭出法宝，顷刻之间就能镇压你们。我给你的条件。一道雷霆打断了他的话，雷光轰的一声砸在他身上，其体内灵气汹涌而出，自动护主。余下的8分雷气仍旧把老妇打得连连后，身上冒烟。道法？不对，是符箓。老妇人刚准备还手，又一道雷霆落在了他身上。老夫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有些懵逼，汹涌的雷霆之力不断涌入他体内，导致他渐渐无法调动自己的灵力。你有什么不一样？告诉我，你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快说！你跟三界山那些死去的将士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说啊！虾人此刻也走到老夫面前，看着眼前彻底失去战力的老夫，你到底是谁？紫电府都认不出来，看来血灵教安排在大夏的修士也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。你既然知道我是血灵教修士，你怎么还敢对我出手？说，你们血灵教在大夏安排了几名修士？如果你不回答，我不介意此刻就送你上路。老夫终于怕了，
眼前之人似乎根本不惧怕血灵教的存在。上头只安排我一人。放屁！薛道人已经死在我手上了。如果你说的话跟他还有什么出入，你会死得更惨。老夫不敢置信地看着虾人，薛道人也死在这个瞎子手上了。怎么会？是哪方大势力盯上血灵教了？老夫心中越发恐惧。说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们一共有7人，他们都在哪里？是什么修为？说出来能活命吗？老夫不断地在咳血，嗓子仿佛在冒烟，如刀割般生疼。那是自然。老夫突然低沉地笑了起来，眼中充满冷嘲热讽。你真以为老身会相信你的话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敢对我们血灵教出手，就安安静静的等死吧。我们血灵教的强大是你无法想象的。老夫没有多言，一缕黑色的鲜血从其嘴角溢出，下一刻已经失去了生气。宁死不说，这血灵教果真不简单啊！至此，3名拦路的修士全部阵亡。虾人在他们身上搜索了一番，发现若干灵石、一本道法典籍、火球术，另外还获得2件法宝、1块玉佩和1个稻草人。这稻草人不知有何用？虾人心念一动，灵力涌进稻草人中，下一秒，稻草人瞬息间变换成一名中年人模样，半跪在虾人面前。气息不俗，虽不是修士，却身怀灵力，实力应该也在丹气武夫之上。大黄，你们2人跟他切磋切磋。世子，我一个人就行了。你放心，我会下手轻点的。几息后，王四海被中年人一拳击飞数十丈，跌坐在地，久久无法起身。许哥，你个混蛋玩意，你还在给老子看戏，还不快来帮我！许哥也不矫情，2人直接冲向中年男人，大概才过了5、6秒，2人有被齐齐击飞。停，将军，不打了，他下手没有轻重，再打老黄就要嗝屁了。虾人当着2人的面撤去了灵力，中年人瞬息变换成稻草人飞入虾人手中，2人心下震撼，联想到虾人给他们的符箓，心中暗暗震惊。这5年来，他们的将军竟修成如此神异的手段。世子，我曾听说世上有一种人，手段比武夫还要强上不知凡几，如陆地神仙。是的，他们走的路子跟武夫不同，修的是仙道。 2人震惊之后也彻底明白了，原来他们的将军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，心中不知有多高兴，随即便回到马车，往京都方向赶去。就在此时，一支商队护着数辆装满货物的马车不断疾驰，后方被一支骑兵在追逐。快把弓拿给我，今天我要完成百人斩。紧接着，一支弓箭射出，差点射中一名商队护卫。将军，外面有龙渡国的贵族在狩猎我们大夏的商队，又是一群视人命如草芥的畜生，你们2去解决此事。是，将军。老黄和许哥得令，当即跳下马车朝前方冲去。小姐，我们快跑吧，马上就能抵达大夏了。等等，好像有大夏高手来了。小姐，他们才2个人，就算出手帮忙，也不可能是。女子身边的丫鬟话音未落，就见老黄如战神降临，双臂一展，直接掀翻一众骑兵。许哥那边也是箭如闪电，瞬息间5、6名龙渡骑兵眉心被其洞穿死去。好强啊！那名龙渡少年看见老黄和许哥突然出现，顿时大怒。该死的大夏武夫，听清楚了，我是龙渡国子学周修，来与你们大夏6公主和亲，识趣的赶紧给我滚！马车上的下人面色一沉，看来大夏皇帝准备与龙渡国联姻，想要借此来与青松斡旋。下一刻，下人瞬息间来到这贵公子面前。哪里冒出来的瞎子，赶紧给我滚开！瞎子，你往哪里打？我可是龙渡国贵族，你们大夏皇帝钦点的驸马。你把我大夏百姓当猎物，我把龙渡驸马当畜生，应该很合理吧？等等，瞎子，你是不是没听清楚？我是否要再介绍一下自己？可以，不过等我打完这一棍再说。就在这时，大夏方向突然有一队骑兵疾驰而来，来人正是礼部尚书之子陶宇。周兄在下奉太子之命前来迎接。陶兄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几个大夏武夫杀我卫兵，还打我蛋蛋，大胆！谁敢对我大夏贵客动手？宇文将军，拿下！格杀勿论。宇文敬见过将军。5年前，宇文敬曾是黄四海麾下一员，自然也是虾人的手下。宇文敬听说3界山之后，你便去当了太子禁卫，
看来小日子过得很不错。在下见过黄将军，5年未见黄将军一如往昔。哼，废话不要多说，今天我要宰了这帮龙渡狗，你可要拦我。好兄，这帮人到底是谁？虾将军，你来的正好。周修子爵是龙渡国贵族圣上钦点的驸马，今日他与你麾下有些误会，你来化解一二。误会？此子把我大夏子民当猪狗来屠杀，你说这是个误会？不过杀了几个贱民而已，可是你却杀了我不少将士。现在你赶紧好好想想如何安抚我，否则我现在掉头回龙渡，后果可不是你一个瞎子能承担起的。虾将军，你要以大局为重。商队那边听到这些话，神色也纷纷变得有些苍白。你们死了多少人？现在知道怕了，刚才打我蛋的时候不是很威风吗？我问的不是你，商队当家的，你们死了多少人？商队当中一个姑娘鼓足勇气走到虾人面前。小女子冯清瑶见过虾军神，商队一共死了2个仆役，3个护卫。好，一个大夏子民抵100龙渡畜生的命，要杀多少才能回本啊？成年人从来不精打细算。许哥，给我全杀了！许哥得令冲天而起，剑芒闪过，周修带来的人全部被杀得一干二净。周修不敢置信的伸手指着虾人，嘴唇哆嗦。既然圣上看上你了，赶紧滚！陶宇咬牙切齿，再不敢多言，迅速把一脸呆滞的周修带走，根本不敢再次救。清瑶谢过虾军神救命之恩。你们是哪家商会的？小女子来自青药堂，隶属于龙腾商会。龙渡那边盛产药材，若没有你们一批批把药材运回来，大夏境内的药材价格恐居高不下，以后路上小心一些。言罢，下人众人便回到马车，往京都方向走去。瞎子，你说话不算数。萧神女等了7日才见到虾人，脸上顿时露出不满之色。我说了1日7次，不对，7日回来，哪里说话不算数了？哼，那个道人背后的事情可查清楚了。他们的确是在追杀你，杀你的目的也很简单，挑起青松与大夏的争端，然后他们渔翁得利。萧神女顿时愣在原地，目光变得凝重。本以为青松攻打大夏只是弱肉强食的正常过程，但现在突然知道有一股势力从中作梗，故意推动此事，青松岂不是成了他人棋子？萧神女，你只要安静的待着就行了。萧神女还欲开口，虾人已经转身离去，她想要追上去，却被黄四海拦住。你们打算就这样软禁我？将军说了，你要走随时可以，若不打算走，那就好好待着。入夜之后，虾人研磨朱砂，随后用蕴藏灵力的毛笔开始制作紫电符，周遭的灵力源源不断的汇聚进虾人体内，这些灵力疯狂凝聚，不多时虾人体内又多了一条线脉，这就炼气3重了。嘿嘿，修仙果然比起练武要容易多了。很显然，虾人这磅礴的神魂非常有助于仙道修行。那位仙子不知以后有没有再见的机会，也不知我的神魂是他特意帮忙提升，还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造成。不多时，许哥等人陆续出现，一共来了30余名大夏隐卫。这是淬骨丸，你们1人1颗。将军，这淬骨丸有什么用？提升修为。许哥心中暗暗想到，这淬骨丸应该正是城外那些修士死后留下的。众人直接吞服下去，短时间内气血竟然提升了好几成。许哥本来就在暴气巅峰，他的气机渐渐达到了玉气的程度。只见其面色猛然一变，一道澎湃的白色内气汹涌而出。我晋升玉气了。他心念一动，便见风云剑非常听话的在空中飞行。你们感觉如何？将军，天空飘来5个字。哪5个字？大概1个时辰不到的功夫，虾人面前的大夏隐卫整体战力提升了2到3倍不止。我问你，这几日礼部侍郎秦东可有异动？将军，秦东除了上朝下朝，其余时间都待在府邸之中，并无不对。李华峰、叶清河等人呢？将军，这些人都是重点监视的对象，从他们口中应该能得知另外5名血灵教修士的身份和位置。众人工作汇报完毕，陆续离去。影院中只剩下虾人1人。虾人取出稻草人，灌注灵力，他再次变成一名看起来有血有肉的中年人。你去礼部侍郎府一趟，帮我传几句话。中年人二话不说，转身便走。虾人神魂出窍，早早便来到侍郎府等候。我说过，在我看书的时候，谁也不准打扰我。秦东猛然抬头，当看见中年人的模样后，脸上的怒意瞬间消失。
血灵教发生了变故，以后会撤出大夏，你好自为之。中年人丢下这句话，转身便走。秦东呆立原地半晌，才回过神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几息后，秦东仿佛想到了什么，直接走出了侍郎府。下人知道秦东已经上钩，随后跟随秦东来到一座慈悲堂。慈悲堂管事瞧见秦东，热情迎了上来。秦爷您来了，快里边请。我要马上见许大师。慈悲堂管事脸上露出为难之色。许大师正在修炼，恐怕……听到此话，秦东微微一怔，神情似乎有些欣喜。许大师并未离去。是啊，许大师没有离开过慈悲堂啊。哈哈哈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等许大师修炼完再见他就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孩从不远处缓缓蠕动而来，细细看去，竟是一个只剩下一条手臂的孩童。小五今天吃饱了吗？秦叔叔，小五吃得很饱。孩童虽然没了双腿和一条手臂，脸上却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自从来了慈悲堂，他就不用挨饿受冻了。这对他而言，此地就是人间天堂。今日有人来捐善款，是清药堂的少东家要来，所以我便让小五出来等着。秦东没听说过，微微点头。小姐，你看，这小孩仅剩下一条手臂了。方小姐，这位是秦员外，跟方小姐一样，今日也是来捐献善款，顺便看看此地的孤寡。这小姑娘长得真俊。方清瑶礼貌性地跟秦东点了点头，随后便蹲在小五面前询问起他的双脚和手臂是如何美的。以前有个大叔说，把我手脚砍了就能吃饱饭了，家里的弟弟妹妹也能吃得饱饱的。方清瑶沉默了半晌，摸了摸小五的脑袋，随后起身走到慈悲堂管事面前。何管事，我们清药堂这次捐献500两。小姐，你不是打算捐200两吗？慈悲堂收容孤寡，让他们有瓦遮雨，有衣蔽体，有食果腹。我等做不到这些，便只能再多略尽一些薄力了。慈悲堂管事眼睛顿时一亮，多谢方小姐，在下替慈悲堂的孤寡谢过了。何管事，我们主仆2人想在慈悲堂逛一逛，可否？2位姑娘请随意，只要不进内院便可。那是许大师的闭关之地，不好惊扰。这小姑娘有点姿色。秦东看着方清瑶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数年前，大夏出了一名高僧，洞悉人间疾苦，其所过之处无不留下美名赞誉。此时，慈悲堂管事带着秦东来到高僧面前。许大师终于见到你了。秦侍郎，你今日来此所为何事？许大师，金花婆婆说血灵教要撤离大夏。她亲口跟你说的吗？没有，她让青木傀儡告诉我的。许辉大师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太对劲，再联想到血道人迟迟不曾露面，他神情突然一凝。难道说有修士发现了我等的踪迹？许大师，你可不能走啊！那个地方可还关着不少人呢。血灵教既然派我等前来大夏，不凑够10颗血灵神丹是不会走的。只是金花婆婆可能出事了。虚空中下人淡淡的看着这一幕。许大师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们可能被夏将军盯上了。他不过是没了牙的幼虎罢了，怎么把你吓成这般模样？去把人带过来，给秦侍郎压压惊。这几日在慈悲堂枯燥，也好让秦侍郎有点乐趣。不多时，方清瑶跟他的丫鬟被人绑了进来。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我可要喊了。今天你喊破喉咙了也没有用。秦员外刚刚就看出你对方姑娘十分欣赏，这几日就让方姑娘陪着你如何？那就有老主委了。这丫鬟也有点姿色，我就一起玩吧。你叫啊，你叫破喉咙也没用，你越叫我越兴奋。秦员外，厢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慈悲堂是救苦救难之地，你们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要对我们行苟且之事。好好服侍秦大人，否则打断你们的腿。虾人眼里闪过一抹寒意，刚欲神魂归窍，却突然看见2道身影瞬息之间来到内院，朝慈悲堂管事一行人喝道：“放开那2个姑娘！”什么人敢擅闯慈悲堂？救命啊！快救救我家小姐！小姑娘别怕，本道爷既然出手了，
今日就一定能救出你家小姐和你。小师太，你瞧见了吧？我八卦门的旺气之术可不是唬人的，这地方血气冲天，我说了肯定有古怪。你快救人啦！人肯定是要救的，但是小师太先答应道爷，等道爷救了人，小师太以后就跟我结伴双修，如何？小尼姑顿时满脸通红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讨厌！你先救人。也罢，今天就让小师太看看道爷的大宝贝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用好设备观看。最近我发现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，我这台 vivo X80 比新机便宜大几百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出去旅游了。而且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。上面的电脑也挺划算的，推荐你也去转。灰袍道人掏出一柄木剑，那木剑就犹如活了一般，径直朝众人飞去。慈悲堂管事等人吓了一大跳，方清瑶主仆二人一脸惊喜，心想着今日有救了。秦侍郎，你看吧，贫僧就说有修士盯上我们了。哼，不过区一个炼气3重，一个炼气2重，怎么对付得了金花婆婆和血道人？只见许慧大师手掌一抬，一只金波立马飞了出去，轰的一声就把木剑撞得七零八碎。极道魂印。灰袍道人嘴角一血，满脸不敢置信，随后他呆呆地看着地上的木剑碎片。我的法宝啊，道爷这件法宝可是求爷爷高奶奶好不容易才讨来的。念及此处，灰袍道人一把抓住小尼姑就想逃跑，但金波再次飞了过来，直接撞得灰袍道人腾空失重，重重摔落在地。小师太，道爷这次恐怕要连累你了。哼，说吧，你们是谁派来的？敢打我血灵教的主意？血灵教，两人听到这3个字，直接汗毛倒竖。这可是修行界中鼎鼎有名的魔教之一，手段残忍霸道，行踪诡秘难寻。前辈，贫道知错了，看在大家分属同门的份上，放我们一马好吗？我是和尚，你是道士，你说我们是同门？佛道不分家嘛。不瞒前辈，贫道曾经也试图佛道双修，奈何小师太不近人情。小尼姑满面羞红，这道士到了这种时候还说这样的话。这位小师太长得倒是好看，如若你们实话实说，我考虑放你们离去，不然与他双修之人就是贫僧了。果真是血灵教的妖孽，明明修炼的是佛法，却想干不当人子之事。不如前辈说的明白一些，晚辈着实不知前辈要问什么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既如此，贫僧就送你去见三清。金波缓缓悬空而起，只要他落下，灰袍道人的脑瓜子立马就会被生生砸成粉碎。这时，一道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：“举慧大师可在？”灰袍道人瞧见一名瞎眼的年轻人朝这边缓缓走来，眼里闪过一丝不忍，低声喝道：“瞎眼的，赶紧滚！今天这里不见客。前辈，咱们这里的事与这外人无干，就别理会他了。我看他双目无神，显然是个瞎子，不值得计较。”闭上你的嘴巴！灰袍道人连忙闭上嘴巴，见瞎人还不离去，心中忍不住暗骂：“道爷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你偏偏这时候闯进来，要送死谁也拦不住。”瞎施主怎么知道贫僧在这次碑堂？举慧大师果然在这，那太好了。在下这几日杀意太重，想请举慧大师解惑。贫僧也听说了，方施主把青松国的五福尽数屠戮，短短10日内上千条人命葬送在瞎施主手中。如此杀孽，想必是让瞎施主夜不能寐了。这家伙什么来头？上千条人命，不会也是个小魔头吧？小尼姑也是一脸震惊，在她看来，眼前少年眉清目秀，十分俊美，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对啊，每到了深夜，在下就睡不着。贫僧给方施主念诵一篇经文吧，相信佛陀能在冥冥之中化解方施主身上的杀孽。佛陀可以化解我身上的杀孽，但是能不能化解举慧大师身上的杀孽呢？许慧面色一沉，刚欲开口，却见眼前雷光闪烁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了地上，浑身血肉变作焦炭，不断冒着白烟。汹涌霸道的雷霆之力闯入他的经脉，肆意游走，导致他体内的灵力无法调动，彻底失去了还手的能力。嘿嘿，果然以灵材制作出来的紫电符威力要远远强于普通紫电符。
众人呆住了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有些不敢相信。特别是秦东秦侍郎，他直接双腿一软，瘫坐在了地上。这什么情况？小尼姑也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呆呆地看着虾仁。原来你打杀青松国武夫的手段，竟是符箓。佛门说慈悲为怀，可许慧大师，你却披着佛门的皮囊，私底下干着苟且之事。大师，你说佛陀渡不渡你？虾君神，你不知我等来历，就擅自插手其中，就不怕给你们大夏惹来灭顶之灾？我知道你们血灵教，是你金花和学道人是在你手上的。虾仁没有回答，他似乎想要留我性命问话，这是我的机会。紧接着，一道道紫电符落在许慧大师身上，不过几息，他就被轰成了渣。秦东身体顿时一僵，也知道此刻不跑就没机会逃跑了，立马扭头便逃。可下一秒，一群兵卒涌进慈悲堂，带头的正是西虎营副将游龙昌。游将军，留下他们。是虾将军，这不是秦侍郎吗？秦东心中忍不住暗暗骂娘，但事已至此，他只好正了正神色。本官今日来此探望此地孤寡，顺便捐献点银两。秦侍郎，我是跟着你一路过来的，你确定是来此捐献银两，探望孤寡？方姑娘他们可还活着？你这畜生，刚才分明想玷污我家小姐。游龙昌神色微变，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他就知道虾仁派人叫他过来，绝对没有好事。游将军，秦侍郎，你先带回去关押好，慈悲堂内的妖僧都不必留了，就地处决。方姑娘，你也先回去好好休养。游龙昌一等人陆续走出内院。这年轻人好重的杀心，阁下怎么称呼？阁下叫我一声道爷便可。道爷，哈哈哈。阁下别误会，在下全名李道爷，出身自八卦门，他是清河师太，我路上结交的挚友，我和他相依为伴，走过了高山阔海，感情已经十分深沉。李兄对血灵教了解颇深，如果知道这里有血灵教修士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踏足此地半步。还请李兄解惑。血灵教深不可测，招压无数，为了炼制血灵神丹，会派门下弟子潜伏在各大帝国之中，挑起战端，利用凡人精血来炼就魔丹。话说回来，阁下是哪个门派的弟子？怎会在这九品帝国之中？我是一介散修，本就是大夏之人。什么？你是这儿的人？九品帝国还能出修士？兄弟，我劝你别管这些闲事了。你身为区九品帝国的人，却能踏足修行之路，也实属千载难逢的机遇。别因此断送自己的前途。任由血灵教修士荼毒我大夏子民，拿他们性命来炼制血灵神丹，总得有人做点什么吧。刀爷，我们帮一帮他们吧。小师太，你疯了！你想跟血灵教作对？别忘记了，你的修为只是炼气2种，血灵教打个喷嚏你就完了。可他们求我留下帮助虾君神，说虾君神是大夏最后的希望，我答应他们了。他们，你又见鬼了！李道也感到毛骨悚然。小师太，你能看见冤死在这慈悲堂的大夏子民？师尊说过，我天生阴阳眼，一眼之下，鬼神无所遁形。你们都别哭了，你们说的我都会替你们转告给虾将军的。小师太，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都是被血灵教迫害的普通老百姓，希望虾将军你能替他们报仇，并希望你把血灵教的魔修彻底赶出大夏，让大夏百姓不再被魔教迫害。告诉他们，我一定会做到。5年来，虾仁神魂虽出窍无数，却从未见过鬼神。没想到眼前这位小师太却有一眼见鬼神的本事。都走了吗？走了，我已经答应他们要留在大夏，帮虾将军赶走血灵教。我的姑奶奶，你怎么什么都敢答应啊？还好我没答应你，赶紧跟我离开这里。道爷，我帮你也答应了。你帮我也答应了，姑奶奶你都没问过我的意见啊。我以为我们曾经相依为伴，一起走过高山阔海，虽没有双修之时，却早已胜过双修。没想到这点小事我也不能帮你决定。虽没有双修之时，却早已胜过双修。姑奶奶，我就喜欢你强暴我，不帮我拿主意。今天就算魔神降世，我也要陪姑奶奶留在这里。嘿嘿，讨厌！清河师太怔了怔，看着道爷脸上露出一抹红晕。如若2位不嫌弃，就在我将军府暂且住下吧。那感情好啊，
请给我们安排一个单间。三人离开慈悲堂，转眼来到将军府。嘿嘿，下人安顿好二位，便独自一人来到院中。下人取出一枚从许慧身上发现的戒指，扔向空中，注入灵力。8道魂印，还有印记留存。整整一夜，下人不断炼化戒指上的印记。在印记彻底被炼化的一刻，下人进入一片荒芜空间，里面散落着一些下品灵石和一只金钵。嘿嘿，空间戒指，好宝贝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。世子，汉刀卫的人冲进将军府了。话音未落，一群汉刀卫直冲进来，为首的汉刀卫正是镇抚使柳剑南。夏将军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何事？你纵容麾下残杀龙渡国子爵的麾下骑士，吾官在深阙私自关押朝廷命官，哪一条都是死罪。圣上现在就要见你。2件小事而已，我跟你去便是。随后，下人便和柳剑南来到皇宫。龙渡子爵周修也在大殿，看见下人，立马恨得牙痒痒，神色铁青地瞪着下人。虾人，朕今日让你来，可知所为何事？听说是秦侍郎失踪了。不错，本朝2品官员无缘无故失踪，无论如何，你要给朕一个交代。圣上秦侍郎有腿有脚，他要去哪里，下臣怎么管得着？所以你是说你与秦侍郎的失踪无关？自是无关。虾人，你可知这是欺君之罪？柳剑南眉头微皱，以他的直觉，秦东的失踪必然与虾人有关，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到底什么事会让虾人对一名大夏2品大员出手？圣上不能因为秦侍郎失踪之前见过虾人，就说他是被虾人掳走的。虾人素来与秦东并无交集，对堂礼部侍郎出手，这可是杀头的重罪。就在这时，一名中年人缓缓站了出来，正是礼部尚书陶明胜，秦东的顶头上司。圣上，京都多少大员的公子被虾人打过，就连太子也被虾人打过一巴掌。现在谋害一名礼部侍郎，完全有可能。众人顿时沉默了。当年因为三皇子虾人的确打了太子一巴掌。陶尚书，我是大夏唯一的一名单骑武夫，你这般臆测，要陷我于不义之地，是否准备好付出代价了？虾人，你是想当着圣上的面对老夫出手？那你来吧，老夫何惧你一介武夫？众人都被陶明胜的勇气所触动，以虾人骑单骑武夫的超然身份，真把他给宰了也未必需要赔命。陶尚书不要再试图激怒虾将军了，他虽然年轻却不傻，你这点伎俩还是藏在肚子里的。这位白须老者正是大夏3朝元老，刑部尚书江玉树。江尚书，你有何见解？诚如虾将军所言，今日对他的指控并无确切的证据，所以下官建议咱们聊一聊另外一件事。众人有些惊讶，下一件事难道是指？他们看向周修，这位龙渡国子爵的事情的确也要处置。圣上，老朽这里有一些案宗，里面记载的是京都不少高官权贵在慈悲堂的所作所为。尤公公连忙把案宗呈到皇帝面前，皇帝翻阅了几下，面色渐渐变得阴沉，然后望向江玉树。江尚书，这些可都是真的？证据确凿，秦侍郎如今正在我刑部大狱，他已经把该交代的事项都交代了。这些年他与人勾结，利用慈悲堂来做一些苟且之事。不仅如此，闻名遐迩的许慧大师也是一名修炼魔功的魔头。江玉树的话令朝堂震动，有些官员已经迫不及待想追问此事缘由。皇帝拍了拍桌子，示意众人肃静下来。江尚书7日之内把此案了结，给朕一个交代。臣遵命。众人没想到秦东如今被刑部所关押，如此一来，刚刚还怀疑虾人暗自谋害秦东的官员忍不住有些羞愧。哼，前东之事暂且告一段落，你们大夏也该给我一个交代了吧？虾人，你给周子爵道个歉，这件事就这样算了。道歉？圣上，我麾下骑士死伤殆尽，只要一句道歉就能算了。圣上，这件事的确要给周子爵一个交代。众官员暗暗好奇，虾人要如何给周修道歉认错？江尚书，你说有人残害我大夏商队，把他们当牛马来肆意屠戮，这样的人该如何判罚？听见虾人的话，不仅太和殿内的官员大臣眼中闪过一抹惊异，就连皇帝都皱了下眉头。为了区区几条性命与龙渡国交恶，实在是太愚蠢了。更何况现在的大夏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。虾将军按罪当诛。圣上，您觉得该如何判罚周修？
瞎子想用这点破事来对付我，我看你是昏了头。哼，虾仁，你可知道因你与龙度交恶，会让我们大夏陷入何等被动的境地？父皇请三思啊！周修脸上顿时露出冷笑，得意洋洋地看着虾仁。这就是如今大夏的局势。瞎子，我不需要你的道歉，把你那2名剑楼砍了，这件事才能了如入，不然我龙度必然会向大夏发起国阵。皇帝也忍不住眉头一紧，大夏如今的兵卒不足40万，而龙都那边却常年有100万大军，真要进行国战，大夏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胜算。虾仁，当时出手之人是不是黄四海和铁马？圣上，您打算如何决断？按照周子爵所言，你把他们2人交出来便可，也无需你向他道歉，这样既保全了你的颜面，也可让大夏免去一场灾祸。圣上如此一来，各国只怕会变本加厉。5年之前，就算是龙度大公爵到了大夏，也得规规矩矩，岂敢如他这般放肆？你还知道是5年之前啊？瞎子，你们大夏早已不是当初的大夏，但这不都是你亲手葬送的吗？大夏的确不是当初的大夏了。就在众人以为他要服软的时候，却见虾仁冲皇帝抱了抱拳。圣上对不住了，今日若是不处置周修，以后各国都会瞧不起大夏。我们大夏的商队在各国行走，也会面临各种难处，甚至被当成牛羊宰杀。言罢，众人便见虾仁一个闪身，直接抓住一脸惊愕的周修，冲出了太和殿。快，立马给朕拦下他！